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。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回顾没有女主的电视剧一部比一部火，《陈情令》《莲花楼》经典。如今的影视剧主打一个偶像，无论是仙侠剧还是现代剧，都离不开男女主之间的情情爱爱。但看多了之后，观众也逐渐对该类剧情免疫，甚至对他们的爱情走向也能猜出个大概。所以那些讲述兄弟情的剧就成为了其中的一股清流。而这些没有女主的电视剧也是一部比一部火爆。那么接下来的这几部剧，哪一部是你心中的年度最佳呢？莲花楼，一部充满了江湖侠气的电视剧。剧中程毅饰演了男主李莲花，人如其名，他如同荷叶上的莲花一般，看似摇摇欲坠，弱不禁风，实则仅凭一根纤细的枝干就能在狂风中屹立不倒。李莲花正是如此，身中随时要人命的碧茶之毒，依然坚挺地活了10余年。但谁能想到，如今这个体弱多病的李神医，竟然是10年前那个意气风发的李香怡呢？当年为了寻找师兄的尸骨，他与狄飞升展开了一场恶战。那场大战，两人两败俱伤。拼尽全力的狄飞升最终赢了李香怡半招。殊不知，那时的李香怡已经被碧茶之毒害成了将死之人。最终，曾经叱咤江湖的四顾门门主李香怡彻底消失在了江湖之中。10年后，出现了一位名为李莲花的半吊子神医，乘坐着一辆名为莲花楼的豪华房车，身边还跟了一条好吃好动的小狗。机缘巧合之下，和冒牌刑探方小宝因案件而结识。自此，两人在吵吵闹闹中展开了多起案件的侦探。而10年前那位险胜了李莲花半招的狄飞升也重出江湖。天生武痴的他，凭借和李香怡的过命交情，认出了李莲花的真实身份。为了能重新和李香怡来一场真正的比试，他决定跟在李莲花身边，帮他解毒。就这样，心思单纯且有点缺心眼的方小宝，满嘴胡话且随时会嘎掉的李莲花，还有专注打怪且一心为李莲花解毒的狄飞升，三人组成了勇闯江湖小分队。而原本准备零丁一人的李莲花，身边终于有了能保护他的好兄弟。这部剧没有所谓的大女主，也没有纠缠不清的男欢女爱，有的只是一群为了江湖侠气而互相扶持的兄弟。即便如此，他仍然让观众感受到了满满的诚意。江湖武侠剧《莲花楼》值得榜上有名。如果你要写江湖，就不能只写江湖，还要写那群为了江湖道义而付出一切的少年们。少年歌行正是这样的一部剧，没有卿卿我我的男女之情，也没有罪恶至极的无良反派，有的只是一群行侠仗义、仗剑天涯的少年们。李弘毅饰演的萧瑟是雪落山庄的抠门老板，意外遇到了敖瑞鹏饰演的雷无杰，一个是意气风发、充满活力的少年侠客，一个是入不敷出、没有半点武功的客栈老板。本不是一路人的两个人，相遇在了那个风雪飞扬的冬天。雷无杰因出手惩治了几个闹事的人而误将萧瑟客栈内的门屋损坏。就这样，萧瑟便跟着雷无杰踏上了千里追债的道路。随后又偶遇了押送黄金关的唐门大弟子唐莲，而黄金关中的和尚吴心也正式现世。就此，一行人的江湖之旅便正式启程。毕竟是一部江湖剧，所以剧中的武打名场面还是十分出彩的。而剧中各位少年侠士的大招也是一个比一个精彩。开局，唐莲的万树飞花直接让观众看到了一场视觉盛宴。而月溪花尘
直接将登天阁一分为三。运功瞬间，漫天花瓣随风而起，不愧是小仙女的独门绝学。鲜衣怒马少年郎的这群人，为了彼此的理想，甘愿付出生命。如此江湖，怎能不让观众为之入迷？讲述了江湖儿女恩怨情仇的《山河令》，也是备受观众喜爱的一部武侠剧。身为一部双男主的剧，它收获了不少动漫爱好者的兴趣。故事从周子舒和温客行两位性格迥异的人士身上出发，围绕着江湖完成了他们的相互救赎。在众多的阴谋面前，他们两人成为了惺惺相惜的知己。虽然身负使命，但他们依然是可以随意坐在路边摊喝酒聊天的侠士。太阳下的两人借着酒劲，也纷纷卸下了自己的防备。温客行的回眸一笑，也让整个场景有种恍然入世的感觉。月下饮酒的两人，也诠释了何谓对酒当歌，人生几何。暴风雨前的宁静，总能让人感受短暂的平静。后来修行路和神功时，温客行也瞬间变成了白发，满眼含泪的模样，也道尽了对阿叔的各种不舍。而龚俊更是凭借剧中的老温一脚正式爆火，疯批美人的人设也属实新奇。月下摇扇的那一幕场景，也成为了该剧的名场面之一。剧中各种精美的画面，让观众过足了眼瘾。从历史背景出发，对各路江湖人士的情谊展开了一场酣畅淋漓的讲述。《山河令》着实将观众拿捏住了。2019年的暑假《陈情令》绝对是该时段的一匹黑马。一群并没有太大名气的新人出演了一部漫改剧，加上各路原著粉的抵制，也让这部剧并不怎么被看好。但真当播出之后，曾经那些反对声音也渐渐消失不见，取而代之的则是真香。我想带一人回云深不知处。这句台词也成为了令全网争相模仿的名场面。一把笛子，一袭黑衣的魏无羡，是一位眉眼带笑的俊朗少年。面对师姐，他会像个小绵羊一样撒娇，但这样的他却格外敏感。因为寄人篱下，所以在穿上不合脚的鞋子之后，他也不会开口去讲。不过，在江家人的照顾下，长大之后的他，成为了一位既有好看皮囊，也有有趣灵魂的少年。而面瘫脸蓝忘机，虽然经常是一副冷酷的神情，但其实他的内心是十分柔软的。他就像一位谦谦有礼但极有分寸的绅士一样，为了掩饰自己内心的苦闷，不得不摆出生人勿近的姿态。破100亿的播放量，让这部剧成为了当之无愧的巅峰之作。虽然是一部漫改剧，但它的主旨却十分鲜明，惩恶扬善，邪不压正，也让观众看到了一部与众不同的武侠剧。这部剧之后，两位男主也一跃成为了那年的顶流，各种代言也接连不断。而王一博也在电影圈越走越远，先后参演的《无名长空之王》也让他成为了流量与实力并存的艺人。在《陈情令》这部剧之后，影视圈的双男主剧情也成为了不少导演的指导方向。同样是漫画改编，《虎鹤妖师录》也是极为成功的一部剧。作为探案、奇幻类型的古装剧，一经上线便收获了大批观众的喜爱。张凌赫饰演的是一位年轻有为的捉妖师，人物特征较为复杂。除了身穿白衣的齐小轩之外，他还有另一重身份，那就是桀骜不驯的颜。两重身份就像黑白双煞一样，一个是明媚的白衣少年郎，一个是隐藏在黑暗之中的腹黑男。而另一位主角虎子，则是由喜剧演员蒋龙扮演。本不对虎子这个角色太过期待，但没想到播出之后，蒋龙的演技令人十分惊喜。大大咧咧的吃货人设也极具漫画氛围。后来不小心吞下了齐小轩要找的赤珠之后，只能在其护送下前往伏龙都城。
在得知自己吞下了赤珠之后，会让齐小轩受到惩罚，所以虎子决定参加妖师选拔来避免惩戒。就这样，性格迥异的两人踏上了一段未知的惊险历程。进入主题之后，也迎来了各式各样的妖怪，拯救苍生、行侠仗义也成为了他们的宗旨。几位热血青年在其中也感知到了亲情、友情、爱情的重要性。长路漫漫，此番历练也是他们成长的必经之路。虽然男女搭配，干活不累，但对观众来说，他们早已看倦了狗血的情爱剧情。相反，不少人对于热血的江湖剧情更有兴趣。男人之间的兄弟情谊永远比情爱要来得坚固，所以没有女主的影视剧也不见得会有多扑街。